千万不要错过金色追求，因为这是所有海克斯里吃鸡率最高的，主播们也是遇见必拿。不管是老八下鸡整个节目效果，还是10连败锁血吃鸡，一把游戏的体验绝对是拉满的。但这个海克斯对于新手玩家来说，很难一波消费160金币，组建出合适的阵容，容易过载下机。针对这个问题，本期视频将帮你梳理出金色追求的吃鸡思路，助你萌萌连击，上波大分。达到162金币的回合数一般在4-1或4-2，4-1可以根据给的5费卡确定阵容，在4-2选择更契合自己的海克斯，且4-2其他玩运营阵容的人也会启动，出现互相卡牌抢牌的情况。4-2由于有海克斯加入的原因，本回合的操作时间有50秒，常规回合的操作时间只有30秒，多出的20秒时间对新手玩家更加友好。由于无法确定5费卡，海克斯我们就选择一些通用型的，像联合抵抗、装备收集器这些，不管是什么阵容都有明显提升。我们正常对局如果2阶段选择连败时，3-1经济足够也不要升6级，防一手金色追求，20的经济约等于2个回合提供的金币，搭配上给经济的城邦或者海克斯，你甚至可以将启动节点提前到野怪狼哥，这样可以保留1至2回合的血量，有更多的操作时间。我们来看看不同5费卡在8级怎么组阵容。给战士棋子戴安娜、卡米尔、贝雷亚、莫甘娜是压力最小的，因为战士棋子自身又能扛又能打，而给后排棋子如果前排抽不好，很容易被推到后排暴毙。戴安娜8级的理想抽卡是这样的，很好记，他自己的2个羁绊堡垒冰霜先激活，然后左边3张卡就是斜剑仙常见的板鞋洛贾克斯，它就是一张刚好凑羁绊的前排单位。有什么2星4费卡、宝石狗头直接先用着，顶住第一波抽牌压力，后面可以更换。贾克斯9级传卡米尔，再补一张莫甘娜就行。关少的抽牌构筑阵容的速度一直是云顶里的标杆。我们复盘一下有哪些好的经验值得学习。1. 有平替的卡可以先用着，例如这里的小火龙暂时丢上场，可以避免没有板鞋没人佩戴羊刀轻羽，下波对战如果少装备压力就大很多。同理，体系内的洛对标塔姆宝石，有2星就先用，当做一个前排扛伤单位，稳住战力后再慢慢更换。2. 拿到体系牌后先进行简单的站位，不要一直地排将站位留到最后操作，容易过载，很容易变成时间不够一堆卡扎堆后排的情况，很容易白给1回合。3. 装备战斗后再合成，战斗前操作会实实在在丢失时间，但也要避免装备太多卡背战旗的情况，可以先合成一些通用装备，装备在下文会有介绍。给卡米尔、贝雷亚、莫甘娜就更简单了，就是8级的斜剑仙。给青钢影就是8级带妮蔻，9级换贝雷亚、莫甘娜。给贝雷亚、莫甘娜就是下掉妮蔻，青钢影没来用贾克斯，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阵容。莫甘娜除了标准的斜剑仙，也可以选择开4复苏拼高费卡，包括贝雷亚地牌时有小火龙，也可以玩6唤形枪的构筑。虽然本质上肯定是来啥拼啥，但这对新手玩家并不友好。2个阵容摇摆，一堆挂件卡要记牌留牌，这需要大量的对局经验和反应能力，王者都会过载，综合来说没必要。看完了战士卡，我们再看看4张后排卡。小火龙就是我们刚刚推荐的6唤形拼2个后排枪手即可，上9低费唤形换贝雷亚，再补一张莫甘娜。米利欧推荐完6花仙板鞋，8级找6张花仙子不要分离，补人马阿卡丽开3魔战，上9找莫甘娜，没来先用巴德。到这里你就会发现推荐来推荐去总是会有滑板鞋落，阵容里也总是会有一张优秀的战士卡，所以我们在早期的选秀里可以优先补充羊刀的散件、攻速大棒，羊刀也可以用于小火龙瑞兹。战士的散件选择大剑、魔抗腰带，这些散件一定是对的。新版本中将3件普通装备换为了1件装备加1件神器，有的英雄给的装备很糟糕，如青钢影的无尽、莫甘娜的绿甲救赎、戴安娜的护臂，这些装备有条件最好还是更换一下，将无用的装备敲掉。莫甘娜的绿甲救赎可以给洛，2星5费的3神装还是挺重要的，推荐的装备如图。最后2张法系后排对应的阵容就是之前视频里出过的命运法，大家可以前往观看。注意，如果给了诺拉和泽拉斯，一定要舍得在8级花钱补齐前排质量，前排质量不够很容易暴毙，完全发挥不出这2张5费卡的伤害。后续的版本会进行大改动，阵容方面可能会进行重新洗牌，大家不要忘记点个关注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思路。